好，那我们就画调平啦哈，画调平。来，还是找到中线的位置。138乘以34.5。那我们上次石头在右边，我们这一次把这个石头画到左边哈，画到左边来一点啊，画到左边来一点。好，这里还是可以画一个底座，这个底座怎么画？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啊，到时候看情况。然后这一次这个花我们可以画到它的下面啊，不用跟它穿插，可以画在这个地方。也可以从这里画一朵花。一朵花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画第二朵。我们看情况啊，如果说这个地方画一朵就够了，我们就画一朵哈。画一朵够了就画一朵，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花是放在这个位置啊，就知道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花尽量往右边移一点点，不要在左边啊，尽量往右边哈，往右边来一点点。这个花要往右边来一点，让这个石头在左边，花就在右边，让它稍微有一点这个不要对齐。大概这样的一个构图，我们把石头换一个位置。还是一样，我们可以先找一朵花，就我们这个上面，我们尽量画浅色，我觉得画浅色一点的花会比较好看。那这朵花刚好可以有一点朝下的，看见这里有好几朵这种白色的花，这里有一朵啊，第一朵这一朵特别好看，姿态也特别好，画这一朵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分解一下这朵花的颜色，亲爱的家人们。这朵花的颜色，可能有一点不太好分解哈。那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三绿加胭脂。好，我们这个用什么颜色呢？我看到这里边颜色确实好像是有3青啊，有3青，然后可以来点赭石吧，来点朱砂吧，来点朱砂赭石，朱砂赭石，焦茶也要一点哈，焦茶。我们这个太清蓝也辅助颜色用一点太清蓝，还用一点这个，还用一点橄榄绿。好，你看这朵花看起来就是一朵白色的，但是我们要用这么多颜色，就是我想让它的颜色更加丰富一些，亲爱的家人们。然后首先我们来调色啊，首先我们来调色，调这个太白、三绿还有胭脂。我们首先来调这个。好，太白、三绿还有胭脂，我们先来调一下颜色啊，洗一下笔，加点水。好，太白、三绿和胭脂。我们先就来调了这个底色。我们先画牡丹花，然后再画这个石头，好不好？今天先画牡丹花，因为这个它没有重叠的。你看，我们今天的构图是上下结构，上和下，它没有重叠，没有跟石头没有前后啊，没有前后，所以我们可以先画花，然后后面我们再画石头都可以的。
就是颜色的话，这些颜色在这里不一定是哪个浅哪个厚，有可能我这个时候这个浅有可能是那个浅，就不一定哈。就是我们画画要学活的。就是灵活的去画，而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公式，我们按公式去套。我所教的大家都不是按公式去套的，我教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画出不一样的牡丹花，明白吗？大家可以都是画不一样的，风格都可以不一样，花都不是一样，可能构图一样，但是每一朵花都长得不一样。明白吗？就是我是教大家灵活的去画，而不是死记硬背的1、2、3、4、5、6、7、8的这个排列法，也不是公式套用法啊。还有我们的牡丹花呈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就是每一朵都是不一样，就不会说你一拿出去哇，每个人都一模一样，花也一模一样，不会的啊。好，因为这一朵是一朵浅色的花哈，那我们把三绿再多加点哈，亲爱的家人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浅色，它的这个颜色啊，你加了三绿不够的话，它比较白。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再多加一点，特别是我们画这种浅色花的时候啊，就是这种白色系的花，我们要把这个底色调得颜色更深一点的去画哈。刚刚有朋友说就用底色去画，基本上它就可以，有些地方就像有些地方的花瓣就只用底色去画就够了，真的是这样子哈，就是加一丁点颜色，颜色的话它只是一个辅助啊，少。如果说你把颜色调多了，就像我们上次那朵蓝色的牡丹花，本来我们也想画一朵白色的，但是大家有些朋友说想画蓝色的，我就把颜色直接调深它就变成蓝色，那我把颜色调少呢，它就可以变成白色的啊。那么今天这一朵我们就调少一点颜色，把它画成一朵白色的好不好？啊，4尺调品就是一张整张的4尺，把它裁成竖着裁成2张。好，我们这一朵花在这个中下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折了一下这个中线啊，那我们把这个花画在中线朝下的地方。咱们今天先画这一朵花啊，先画这个花。那我们拿一个盘子，把今天要用的颜色给这里有什么3青。3青朱砂，然后还有这个赭石焦茶，太气蓝。橄榄绿不会没有吧？没有橄榄绿，咱们把橄榄绿给去了，不要了，那就不要橄榄绿了啊。好，这个是赭石，还有这个焦茶。好，我们首先来把底色再来搅一下。
来，我们把底色再来搅一下，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来，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好，我们首先可以，这个三青的话，我们现在还不用哈，我们先用一点点朱砂，用一点点朱砂，用一点点少少的一点朱砂，少少一点朱砂。我们的这个餐周物它是很白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画的那么白，如果画那么白，在这个白纸上都看不见了。可以用朱标哈，可以用朱标。来，朱砂调一层，然后调一点点这个赭石哈，不要调太多了，一丁点就可以了啊，一丁点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在哪里画，朝外一点点啊，朝下一点点来画。画到这一边，因为我们这个石头在这个左边，所以我们把这个花呢画的偏右边一点点啊，画的偏右边一点点。来，咱们把这个纸往右边，往左边移一点，把这个花画到右边来一点点啊。好，这朵花我们从这里开始啊，它这朵同样都是一些小碎瓣啊，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哈，任意的去组合哈，任意的去组合各种小碎瓣。来，再来补充一点点赭石哈，补充一点赭石。那大花瓣偶尔也要有这个小小的花瓣，感觉这个底色好像还可以再调浓一点点哈。来，再加一点赭石，这个白色的基本上我们调浅的话，你们是不是觉得会不会觉得看不见呢？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啊，任意的去组合，亲爱的家人们，任意的去组合各种小碎花瓣啊。然后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好，各种碎花瓣啊，各种碎花瓣。好，这是比较中间的这一个地方哈，比较中间这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笔上现在有点干哈，有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补充完底色之后，我们慢慢的开始要加一点点三青了，稍微加一点三青进来，三青要调到笔肚上面来，所以我们要把它拉出来哈，这样子拉出来往上调，不要把它只调在笔尖上，亲爱的家人们。不要调到笔尖上，要把它拉出来哈，要把它拉出来哈，拉出来调到笔肚上面去，知道吧？调到笔肚上面去，然后调一点点朱砂，调一点朱砂，调一点点这个赭石，调一点点赭石，颜色少少的一点点哈，颜色少少的，不要调太多颜料了啊。来，这个现在花瓣它有点带这个蓝色了啊，有点带蓝色，还是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笔上没有颜色，我们就去再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点赭石，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赭石。好，继续这上面的花瓣哈，偶尔来一些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花瓣啊。就是不是每一个花瓣它都是碎的，有的时候我们要画一些大一点的，然后偶尔有一些深一点的颜色，我们就加一点点焦茶进来哈，像这些缝隙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要加深一点点的颜色，那我们就加一点焦茶哈，加一点焦茶进来。好，这个其实这种浅色的花，我们画的时候就是这个用笔啊，其实就是一定要把颜色调少，然后花瓣的话要随意一点哈，不要太刻意，不要画的都是圆的啊，我们要画出各种形状啊，各种形状，有长有短，各种各样的这个花瓣来。好。
好，我们再来。还是一样啊，再来调一点，补充了底色之后，我们还是每次补充底色之后，我们就再把这个三青往笔肚里面调一些哈。这个颜色太好看了，是吧？把这个三青往笔肚里面调一些，拉出来哈，把三青这样拉出来。调一点这个朱砂，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赭石，笔尖调一点点赭石哈，颜色一定要少哈，亲爱的家人们，颜色一定要少。像这种浅色花，就主打一个颜色就是少之又少啊。就你一旦你把颜色调多了，它就变得不是白色的了，就是变成了其他的颜色。就像我们上次的啊。就是你颜色稍微调多一点，它就变成蓝色了，它就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白色了。然后再来补充一点点赭石哈，补充一点点赭石进来，然后这个大花瓣啊，然后跳出来的大花瓣。好，这些缝隙里面啊，还有一些缝隙里面，我们加一点点焦茶，稍微让这个缝隙里面有一点点稍微深一点的颜色进来，加一点点焦茶进来哈，加一点点焦茶，那让它有一点这个颜色的这个深浅变化。好，这里可以来一些这种长条一点的花瓣啊，长条一点花瓣不要都是圆的啊，也要来一些这种长形的啊。基本上大家说可以，基本上是用底色去画，有些地方确实基本上就是用底色去画的，就是笔尖上来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啊，来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好，我们笔上现在有点干了，亲爱的家人们，有点干，我们的补充一点点底色了。好，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哈，补充一点底色。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就可以了。好，补充完底色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哈，还是要把这个三青拉出来，拉到笔肚上哈。这个三青不是说只在笔尖上，我们要让它在笔肚里面啊，要拉出来哈，亲爱的家人们，要把三青拉出来，调到笔肚上面来，然后我们调一点点这个朱砂，调一点赭石，少少的哈，少少的。然后外围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来一点点焦茶哈，来不要太多了，一丁点焦茶就可以了哈。颜色少，要很省颜料哦，很省颜料的哈，亲爱的家人们。就是你要像那个这颜料好贵啊，好舍不得用的那种感觉去用。好，各种花瓣啊，各种大小的花瓣。好，再来补充一点点焦茶，笔尖上颜色没有了，可以稍微的加一丁点哈，加一丁点。好，再来加一丁点这个焦茶。好，加一点点焦茶哈，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焦茶，在这些缝隙里面啊，可以加一点点深一点点的颜色，但是不要太深哈，不要太深。好，这些地方可以点出一些碎的花瓣啊，点出一些碎的花瓣，就是我们花瓣不要都是大的或者小的或者是圆的，它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些这个比较碎一点的哈，比较碎一点的花瓣。好，这里再来一个。当然，这个外形的话，我们可以先不管哈，
先不管它的外形，我们先把这个花，先把这个花的这个大概的先画了，外形我们待会儿再去调整哈。外形待会儿我们再去调整。那我们现在画一下这个下边这里的。那颜色现在笔肚上的底色有一点点干了，有点干，我们又用笔肚轻轻的去蘸一下这个底色啊。好，我们底下的我们现在多调一点点颜色，调多一点点啊，稍微深一点点啊，稍微深一点点。画下边的这个花瓣，我们稍微的颜色稍微的深一点啊，稍微的深一点。慢慢的这个颜色变深了一点点哈，我们再来加一点点赭石，加一点点焦茶。花瓣要有大小哈，一下子这个画了这么多小的，我们偶尔也要画一下大的。来补充一点赭石，补充一点焦茶。补充一点焦茶，我们这个花瓣越到后面的这个花瓣，它的颜色稍微的越来越深一点点啊，稍微的深一点点。当然我们还是要一笔一笔的去画，一笔一笔的去画，要有这个笔触啊，不能因为它是浅色的，我们就把它画成一片，就画成就是一堆哈。我们每一笔我们都要体现出它的笔触，这个笔触它能够让整朵花更加有这个姿态。不是说因为这里你就这个浅色我们就随便点啊，随便点还是你跟画出它的笔触感的这样子画出来的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哈，亲爱的家人们。好，再来加一点点赭石，加一点点焦茶。好，这朵花这里已经很多了哈，很多了。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补充一点底色。然后底下的花瓣我们可以加一点太清蓝进来，这里是太清蓝哈，加一点太清蓝，让它的颜色稍微又变得深一点点哈。好，这一笔啊加了这个焦茶。好，这里来一笔比较浅，更加深一点的颜色啊，让颜色更深一点哈。那颜色稍微又有一点点区别了啊。好，这里再来一些碎的花瓣。
好，加一点点这个赭石吧，加一点赭石，加点赭石，然后再加一点焦茶，再加一点焦茶，因为要加点焦茶，让它有层次，有深浅变化。好，这里感觉来一个正反半啊，来一个正反半。好，这边上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小碎花瓣，你看它的颜色的层次慢慢在变化。这个变化的话，让整朵花的颜色层次就不一样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一定在我们的画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是用这个颜色的这个层次来体现这个花的它的一个这个灵动感来。好，就像我们现在顺便哈，就是比如说这里的颜色，这里的花瓣它跟它相差有点远，我们顺便就回一下笔，就是笔尖还有多余的颜色，回一点点哈，稍微回一点点，让它的颜色融合进来，让它刚刚这个深色和这个浅色融合的更自然一点点哈，融合的更自然一点点。这个是这个球的这一部分啊。那我们底下再继续来这个底下，我们再加一点点这个赭石哈，加一点赭石。加点赭石。好，这里来一个这个包起来这个花瓣，来一个包起来花瓣，这个可以大一点哈，可以大一点，可以再往外延伸一点哈。好，现在笔上有点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补充完底色之后，我们现在笔上它很多这个蓝色，我们就不要加这个三青和这个太浅蓝了，我们直接调一点这个朱砂，调一点赭石。然后调一点焦茶哈，好，把这个里面的这个花瓣去补充一下。上面的这个花瓣啊，一定要浅哈，亲爱的家人们，颜色一定要浅，不能太深了。这个球基本上就差不多，我们再画一些这个大花瓣，散落的大花瓣，散开的大花瓣。那大花瓣底下大花瓣的我们颜色让它稍微的偏蓝一点点，可以让它偏蓝一点点。所以我们的颜色又要调哈，又要重新调一下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把笔尖稍微洗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把底色再搅一下，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好，我们后面的花瓣多加一点点太青蓝，进来啊，也可以加一点三青、太青蓝都往里加一点都可以啊，稍微偏蓝一点啊。然后调一点朱砂，调一点点赭石就可以了哈，调一点朱砂就行了。好，再来调一点赭石。好，点出这一个大花瓣，后面我们继续再来一个更大一点的花瓣，再加一点赭石，加一点焦茶吧，来这个大花瓣。跟前面这个大花瓣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好，现在这个笔上又有点干，因为大花瓣很容易笔上就干了，我们要再蘸一点底色，
我们还是一样，把笔肚里面调一点太青蓝，调一点三青，让它偏蓝一点哈，让它偏蓝一点，然后再调一点这个朱砂赭石，还有来一点这个焦茶，主要画这种浅色的花，一定要注意它整朵花的这个颜色的层次变化。好，这里来一个花瓣啊，再补充一点赭石，补充一点焦茶，稍微多一点点哈，稍微多一点点。好，这个大花瓣啊，好，让它飘出来哈，这个大花瓣。这里让它更大一点点啊，加大一点点，把外围的这里稍微加大一点。根部的地方再补充一点点焦茶，因为现在笔尖上没有颜色，笔尖上再补充一点焦茶，把这个根部这里再加宽一点啊，加宽一点啊。好，这个花瓣让它有一点姿态啊，好，我们继续来补充啊，有些地方你不知道画什么花瓣，咱们就画成这种碎花瓣就可以了。就比如说这些地方，哎，不知道填什么花瓣好，我们就填几个小碎花瓣进来就行了啊。但是一定要有深浅变化，你不要让它成一坨没有变化的这个花瓣就行了哈。我们再来补一下底色。底色有的时候沉淀，我们就把它重新搅一下，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调色啊。这个时候我们底下的花瓣，我们这个蓝色要更多一点，更蓝一点哈，然后还是一样哈，来一点这个朱砂、赭石，还有这个焦茶。这个时候我们的焦茶可以用多一点哈，亲爱的家人们，这个时候焦茶还可以多一点。到底下的这个花瓣啊，焦茶要更多一点啊，但是一定要调均匀哈，调久一点，不要调一下我们就着急了就画，一定要慢下来把它调好，调均匀，我们才画到我们的画面上哈。就感觉还是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啊，好，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啊，再来调一下这个焦茶。好，来再来补充一点赭石什么的啊，一点赭石，一点焦茶。好，再来补充一点焦茶，颜色的这种深浅变化一定要体现出来啊。然后往前走一点。好，这个缝隙里面啊，像这些小缝隙里面，我们还可以再填上一些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就是加一点焦茶进来。好，当然不要太深的太厉害了，如果太深了，我们稍微的把它覆盖一点点啊，覆盖一下。好，差不多。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笔上颜色特别深了，我们把它洗一下，为什么要洗一下？因为我不想现在下一笔我不想那么深的颜色，所以我们得要把它洗一下，重新再调一下这个底色，重新调一下底色，
好，这里加一个花瓣。好，看一下这个花瓣够不够哈，够不够大？差不多也够哈，差不多也够。好，这个花瓣想把它拉长一点点，拉长一点点，把它往后拉一点啊，这个花瓣往后拉一点。好，这里补充一点花瓣。来，笔肚里面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补充一点底色。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花，这个花我们要怎么再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形状和姿态？看一下哪里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啊。好，这个上面我们再来加一点点啊。再加一点点赭石。好，这上面再来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花型。整体的花型我们就蘸一点点，基本上就用底色，用底色去画就可以了。笔尖上可以加一点点这个焦茶呀、赭石什么的。好，来调整一下整体的花型，加一点点这个焦茶，加一点点焦茶。好，调整一下这个整体的花型，基本上这朵花就可以了，基本上它就没有太大问题，咱们这朵花就基本上这样子就完成。就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你看一下这个花哪里我们还需要加一些花瓣，我们就去加哈。哪里需要加花瓣，咱们就去加。调整这个是调整外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步。好，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朵花可以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长一些叶子出来啊？怎么去长一些叶子出来？好，来，我们先画叶子啊。这朵花我们画的有一点。本来想画一个稍微朝下一点，结果没有把它画成朝下，它还是有一点这个直接，它是一个偏的。好，我们来画一个调一个这朵花要用的颜色，好不好？这个嫩叶嫩枝干，先画点嫩叶嫩枝干吧。我们这个盘子里有加点藤黄，加点这个藤黄，这里有3绿，藤黄和绿，藤黄和这个3绿，调这个藤黄3绿一起，然后笔尖上调一点珠标，调一点胭脂啊，调点胭脂，先来画一个枝干。嫩枝干啊，
好，这个嫩枝干让它这么长。大家如果说控笔控不好的话，就用这支画嫩枝干、嫩叶的这支笔去画。这专门有一支笔是画嫩枝干、嫩叶的，这支小一点，就不至于你一不小心就按下去画大了啊。好，这里来一组叶子。三叉九顶这里是对生的哈，亲爱的家人们。好，这个叶子让它伸展出来。哎，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哈，够不够用？够不够用？让它的叶子伸展出来。好，这里再来一组。好，我们先就安排这么多啊，这个后面还可以再来一组，后面这里还可以再来一组。好，这个可以伸到这边来，伸到这边来，待会儿我们看情况去加哈，看情况去加。叶柄的这个线条流畅性一定要多练，一定要多练。像这个的话，这条画就不是很完美，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折痕。有一个折痕，它就笔就稍微折了一下，有一点不一样大，但是偶尔出现这一种，没有关系，不太影响。好，大家说这朵花画什么颜色的叶子好看呢？那我们用三青加墨这个颜色来画它的叶子好了，三青加墨。好，三青啊，三青。三青里面加点墨。你如果说你光用这个三青，它的颜色太亮了，太亮了，你可以太青蓝也放进来啊。这里有太青蓝，咱们也可以把它放进来。然后我们再加点墨进来啊，加点墨在这个颜色里面啊。就是你把它的颜色稍微压一压，就不要让它太艳了，太鲜艳了啊，太鲜艳了。加点墨进来。好，这个三青里面加了一点墨，稍微压了一下它的颜色，不要太浓了，可以稍微再加一点水啊，再加一点水进来。呀，这水是不是倒多了？加点水，好像这个墨还加的有点少一样的，我感觉。再加一点，再加点墨，就不要它太艳了啊。好，调好这个三青的颜色，然后我们笔尖调这个墨啊，笔尖调墨，笔尖调墨，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这个叶子了。好，我们看一下先画哪一组呢？好，我先画这一组啊，先画这一组，先画哪一组都可以啊，都没有问题。好，把这一组画成有一点侧面啊，有一点侧面，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好，再调一点这个三青加墨。好，
好，三青加墨啊，三青加墨。好，这一组我让它两片叶子都往上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现在画这一组啊，这一组叶子让它飘过来，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笔尖蘸墨啊，笔尖蘸墨。好，笔上太干了，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水进来。好，加点三青，然后加点墨。好，这一叶子是有一些重叠。这一组的话就有很多，有一些被盖住了，我们就不用把每一片都表达得特别清楚。好，然后我们再加点三青，加点墨，我们让这一组叶子跳得更高一点哈。跳上来啊，跳上来。好，加点三青，加点墨。好，它这后面是应该还有一片，我在想这后面是要展开还是让它往上？后面这一片我们就画半片啊，半片它有可能反展过去的这种感觉哈，不用把它每一片都表达的那么完整。好，这一组让它跳出去，夸张一点啊，夸张一点的跳出去。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叶子还要怎么加。来，我们再来蘸一点这个，好，我们再蘸一点这个三青，蘸一点墨。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来加一组叶子啊，从这个后面伸出来的，你看刚刚好，把我们这个画的不够好的这个什么这个叶柄给遮一下。好，这个画到后面去啊，有这个层次。好，加点三青，加点墨。好，这个地方啊浅了，你再去加的话一定要小心啊，一不小心你就很容易把它加歪了。好，把这个叶柄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加一点叶柄进来。你看这个叶子，让它夸张一点的伸出来，即使它就一朵花，我们的画面依然是要很丰富。丰富在哪里？就是我们在画小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姿态啊，一定要把它的姿态表现好，一定要把它的姿态表现的美一点啊，姿态要美。小品我们就主要表现它的花呀，还有这个叶的姿态美，一定要美啊。就是我们的大作品它可能就是你主要表现它的这个整体结构、整体布局。那我们的小品，那像这种它属于是小品，那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姿态一定要好。好，我们看一下哪里再来加叶子。
好，这里来一组叶子啊，这里来一组叶子出来。要好好斟酌啊。好，来蘸这个3青，再蘸点墨。好，这里来一组叶子哈，这里来一组。这组叶子是从这一个出来哈，这里出来一组。好，这下面的叶子我们可以稍微宽一点啊，亲爱的家人们。上面的叶子为什么可以上面叶子可以小一点？你在视觉上离着这个镜头越近了，它会越来越大。好，这里加一点点叶柄出来，加点叶柄出来，这里有一组叶子。看看这边的这个叶子，我们加一点胭脂来画。下边这一组我们还是笔肚里面还是这个3青啊，笔肚还是3青，然后我们的这个笔尖加了一点胭脂进来。好，笔肚里面还是3青，笔尖加胭脂。好，画一个侧面的。好，这里来一组叶子，顺便把这个枝干加上。好，再加点胭脂，这个地方再来一些叶子。这个笔尖上这个胭脂，我这个颜色有点没调好，笔尖上这个胭脂不要成一条线啊，我这个画的有一点成一条线，咱们画的时候尽量不要调成一条线啊，把胭脂要调久一点点啊。好，画出它的这个前后关系，要画出它的层次。好，这里上面再来画一组啊，还是一样的3青，加一点胭脂啊，加点胭脂。这里来画一组这个嫩叶。好，这里伸出来一组一小组嫩叶出来。来，再检查一下这个叶子哈，整体的这个叶子，我们再来加一点点淡淡的叶子的颜色进来，把笔稍微在水里面洗一下，在旁边的墨里面蘸一点淡墨。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把这一组，上面这一组，我们让它更多一些，好不好？后面再来一些，让后面再来一些这个层次。好，让它感觉这个是后面的这个层次，就把这一组叶子让它变得更多一些。好，这里变得更多，密的地方，也就是让密的地方更密一些。
好，让这个密的更密。啊，让它有浓有淡，有疏有密。好，这里我们可以来一个小的枝干出来。好，加一点墨。因为这个枝干的话，我不想生太长，因为我们这一组叶子已经生很长了。我们这里如果加一点小枝干的话，可以不用把它生得太长。好，加一点点枝干啊，加一点点枝干出来，然后这个枝干上加一点嫩芽。嫩芽我们就用这个藤黄，还有这个胭脂。好，加一束小嫩芽进来。好，这一组牡丹就基本上可以了。我们再勾一下叶茎。好，来，我们来勾一下这个叶茎。
好，这一个的话，这个花的这一部分基本上就可以了。通透嘛，就是这种通透感，就是我觉得这朵花真的还是非常通透的，是吧？这个是一个4尺调频，即使亲爱的家人们，即使这个调频就画这一朵，它都已经很好看了，都很好看。但是我们上面还有啊，哎，这个石头现在画到哪里呢？我感觉这个石头都没地方画了，我们一朵花都把这张纸都已经占了一大部分地方了。咱们看一下这个石头，看一下这个石头。你看我们设计的这个石头，结果你看啊，我们把这个叶子飘的好上好上的，这一组叶子跳出来了，跳出来的这一组叶子，我们把这个石头可以画在这个中间吧，画中间一点点啊，画到这里来。然后我们接下来画石头了啊，亲爱的家人们，画石头，石头一半藏在叶后也可以的啊。好，把石头画偏中间一点点。好，咱们现在画石头了哈，亲爱的家人们，把笔洗干净，我们画叶子这支笔稍微洗一下。好，来画出它的孔。我们从孔先开始画。好，画出一些孔，有深浅、深的、浅的这些孔。好，画了一些孔之后，我们再慢慢勾出它的一个外形。我就害怕我把这个石头给画毁了，石头画毁了那就麻烦了啊，是吧，亲爱的家人们？先大概定一下这个外形吧，还是定外形，不要画着画着没收拾了，收拾不了了。好，这里来一个孔。好，现在还是定外形。哎呀，不能不定外形啊，不能太任性了啊，随便画了，还是要定一下外形。好，沾一点墨，像这个孔这里啊，稍微有点深色。当然，这个石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画出我们想要的这种模样啊。好，淡一点的墨。
好，我们就用这种淡墨去画出它的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这个纹面，有大有小的这种块面。因为这个墨的话，它本身啊有最亮的。其实我们画石头也很简单，就是有一些它这个太湖石每一块石头它都会有一些区别，有一些它是这种圆的孔非常多的这种感觉。好，这里再来一个孔。好，墨淡一点啊，画出这个石头，它有一些太湖石它是比较白，它像是个石灰的那种灰色，就是要看过才知道。就我以前是没有见过，但是我现在因为去了很多地方，有看到过这个太湖石。所以不管你画什么，你一定要见过什么。好，有没有这种石头的质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石头的质感给表达出来。就是我有的时候我都画着画着，我都不知道自己画的怎么样。它一石头，它有的时候这个孔是穿了的，有些是没有穿。像我们这里，像这些有的时候可以留一个孔，有的时候可以不用留孔，有的时候可以不用留孔。它有一些它的那个孔，它是没有两边，不是说不是可以看得到对面的那种孔，它有些小的孔。好，你看它真正穿的，我现在只看到这个孔、这个孔还有这个孔，这些本来也要留一点啊，但是觉得都满了。再来整理一下啊，画完之后我们再去整理一下，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再去加强一下，加强一点的地方，我们再加强一点。因为这笔有点浓，我们就多加一个层次在后面啊。
好，有一些深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提深一点啊，加深一点，让层次更明显一点点啊。让它的这个深浅变化更丰富一些。好，我们再来点一些这个点，稍微把这个轮廓稍微整理一下。需要加点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进来。稍微整理，不要用太实的笔，就是这个笔锋，就是让它散的，让它用散锋。好，有些地方我们加一点深色的进来，写意，意到为止啊，意到就行，差不多，感觉怎么样？好，这个石头就这样吧。来，石头下面还是一样，画个底座吧。大概用一支小的笔，大概画一下这个底座的一个大小形状。好，被框在里面啊。底座里面也是。好，我们不要用太复杂的手法去表现，还是用一点淡墨。因为我们主要表现这个牡丹花呀、石头呀，但是这些底座这些东西，随意的去表达一下就可以了。大概是那么回事就行了。慢慢的抻擦，用一点点淡淡的墨。好，那就可以了吧？就可以了吧？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啊！哎呀，这个石头跟上一个石头又是不一样的了。
好看吗？好看吗？今天这一幅的话，基本上可以这样子完成，但是还要做底色哟。咱们看一下这个底色做到哪里。做到哪里分界一下吧，来一个分界线。这一幅的话做底色的一个分界线。做到这个石头的这一半这里吧。好，做到这个石头这里一半，下面做这个绿色的底色。但是现在它还没有干，我们还是不能做，要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做那个绿色的那个底色。之前那一幅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另外一幅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图片啊。前面的那一幅跟这个配套的那一幅作品，那我们底色的话，我们稍后等它干了之后再做，我们现在还不适合做。好，大家好，我们这张画的话还没有完成啊，就是还有一个底色没有涂，咱们调一个底色。我们上次画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个印记在这里，我们大概这个底色做在这个地方。然后底色的话，我们还是参照前面一张画的颜色去调啊。前面这一张是这个颜色，那我们找盘子来调。这个可能要用到的底色比较多，那我们稍微用大一点的这个容器。用大一点调多了可以放着下一次用啊。上次用的颜色大概是有这个3绿啊，3绿用到了3绿3青，用到了3绿3青，因为3绿它本身光是3绿的颜色可能会太艳了一点，所以里面加了一些3青。好像也加了一些太白进来。好，加3绿3青太白。我们先来调和啊，先加水来调和。对照着这个颜色慢慢跟它接近，可能不同批次去调的颜色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很难做到一模一样，那我们尽量去靠近吧。好，我们就在这一张找一张废纸上可以先试一下。好像绿还多了一点点啊，绿多了一点点，再来一点3青。好，再来试一下，这个颜色就有一点接近了，差不多接近。但我们可以加多一点点水哈，稍微稀一点，因为刚刚又加了很多颜料进来。
好，大概差不多就可以吧。好像之前还加了其他颜色，其实我也不记得加了什么颜色，大概颜色差不多就行了，就没问题。再对比一下，感觉这个蓝还稍微少了一点点啊，再加一点钛青蓝进来，一丁点啊，不要太多了。钛青蓝放在边上，慢慢往里加，因为钛青蓝的颜色特别深，一下子加多了它会变得很蓝。好，这个感觉差不多，加一点点就可以了，一丁丁点就可以了。你看我都没用完，在这个旁边还在这个旁边放着。好，颜色调的差不多，我们就开始涂了。直接把我们要涂的位置全部平涂就可以了。这一步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快进啊。好，平涂啊。反复的可以扫一下，让它块面大的地方可以扫一下，就是让它更均匀一点点。像这个花的这个旁边就要小心一点啊，我们要把这个花给蹭出来。好，先把这个花的这个周围把它画出来，这样子我们画的时候就不至于不小心把它遮盖了我们的这个花。其实中间这里还有很多一些小的细节。
好，把这些所有的缝隙地方全部涂上就可以了啊。那这张涂上底色之后，这个白色的花就显得更白了，蹭到它就更白。当然，这个底色跟前面一张稍微感觉有一丁点区别啊，区别不大。差不多就可以。好，接下来就是大面积的平涂。像这种平涂一遍就差不多，因为调的这个颜色是不浓不稀的那种，有点像这个比纯有点像我们底色，就是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底色的这个浓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涂一遍就可以了。因为它有覆盖力，所以它比较浓，有覆盖力，所以它不会有这个水痕。如果颜色调的很稀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宣纸，会有那个水痕。这个比较厚，所以它涂完是没有水痕的，它是被覆盖了，被颜色，因为本来这个三青和三绿都是实色，实色就是比较有覆盖力的。
觉得有不均匀的地方，可以再扫一下。好，就这样可以了啊。可以了，就这样完成了。大家也可以画起来哟。